大家好，我是季鹏，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张 KV 图的一个修图技巧、修图流程和一个修图的思路。这种 KV 图呢是通过合成的方式来最终修饰完成的。这张图的车呢是由 3D 渲染而成的，背景是由租图实现的。车内的人物、司机是由前期拍摄完成，然后后期修图合成合进去的，包括车后备箱的道具、车副驾驶的道具，也是由前期的拍摄实现，然后后期通过修图合成的方式给它们统一到一张画面里。那修这种图呢，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来进行一个拼图的工作。这个拼图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调整层，车是单独的一层，然后呢，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单独的一层，然后车上面的叶子也是一个单独的层。好，那下面咱们逐一来讲一下每一层该如何拼。首先咱们看背景，把所有的层关掉。这个呢是原图的背景层，首先呢做了一个上下的一个比例的调整，然后把穿帮的人物修掉，然后呢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拼，让它这个受光的位置更多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可以把车的这层打开，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车在阴影里边太多了，往上拼一层，让车在阴影里边占的少一些，受光的稍微多一些。包括这一层也是背景的一个拼图的工作，让车少受阴影的一些影响。这是一个背景拼图的一个工作。然后呢，这只是第一步，拼完之后呢，还要进行一些细节的一些拼，还要进行一些细节的调整。比方说这个轮胎印，这个车后续它跑在地面上会压出一些轮胎印，这呢就是做一些轮胎印的一些拼，这就是做一些轮胎印的一些调整。包括这个蒙版，这个蒙版的目的呢，是让轮胎印和背景的光影融合的更真实、更自然一些。上面这一层呢是调光影和颜色的层，咱们也可以逐层看一下。先是调了对比，然后呢再调了颜色，让它整体偏红偏黄，让它有一个秋天的感觉。这张图的色调整体的设定呢，也是一个偏秋天的一个感觉。然后呢，让它阴影的暗部再继续的暗下去，然后呢，整体加了一些黄，加了一些红。后续呢，感觉这个红黄太过了，又把这个红黄做了一些降低饱和的一些处理，这是最终的一个感觉。然后在这基础上还不够，还要做一层模糊，做一层动感模糊。做动感模糊的目的呢，是为了模拟它有一个奔跑的感觉。车在实际的奔跑过程中，它的路面是虚化的，车是实的。好，这是背景。然后呢，咱们再看车，车呢，首先呢，车是一层，投影是一层。这个投影呢，注意它的投影关系，一般会做3到4层，最外面一层，然后车下面要有一层。做完投影之后呢，要做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轮胎接触，轮胎和地面的接触，轮胎压在地面上和地面会有一层接触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细节，也要注意一下。做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它的明度、它的色相、它的虚实关系。最上面一层呢是飘落的叶子，这是由每一个
不同的叶子一层一层的拼起来的。大家可以看，这有很多的叶子一层一层最终拼出来的一个感觉。然后在上面呢，也要做一个模糊的感觉，因为叶子它也是动起来的，相对于车是运动的，叶子呢相对于车是静止的。然后画面里边车是静止的，所以叶子就要动起来，跟路面是一个道理。这是整体大的一个图层的排列顺序，拼图的一个顺序，包括修图的一个顺序和逻辑。然后呢，车呢是单独的一层，因为做这种大的 KV，车要单独放在一层来进行制作。车呢，我是单独做了一个 PSD，然后呢，通过智能对象的方式镶嵌到这个图层里面。好，那咱们看一下车的 PSD，这个是车的 PSD。车呢，咱们可以细聊一下。在这张图里边呢，主要是进行车的一些修饰。当然不光光是车，包括车内的人物、车上面的道具。这张图在 KV 修图里边算是非常复杂和难的。原因在哪里呢？一呢是由于它的车是切割车，有一半内饰，有一半外观，并且呢，它这个车呢，这个玻璃是半透明的。做半透明的东西要更复杂一些，它会涉及到很多的车跟环境的关系。其次呢，由于这个人是实拍的，道具也是实拍的，道具和人由实拍的，然后呢合到三维做的车里边，这样做呢难度就会增加很多。增加难度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的拍摄大部分这个人的透视和车都对不上，道具的透视也对不上。就是把人放进车之后呢，要经过很多的调整，经过很多反复的拉拽，反复的放大、缩小、变形，最终才能把这个人物勉强的放到车这个透视里面。好，下面咱们看一些具体的修图技巧和一些细节部分。好，首先呢，咱们先看车。这个呢是关于车的部分，这是最开始的车，然后呢，这是车的内饰部分。内饰部分，然后这个呢是对于车的光影的一个调整，对于车的光影和质感的一些调整，包括对它的做了一些对比，做了一些明度的修饰。然后这一层呢是进行缩缝，客户认为这个缝隙太大了，给它进行一些缩缝。这个缩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它的复杂之处不在于缩缝，缩缝本身是简单的，但是呢，缩缝之后，因为缩缝上面会有很多的调整层，很容易造成一些穿帮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难点。还有上面是颜色的调整，整体的颜色呢，还是让它回归它的一些固有色，并且让它受光的部位更亮一些，让它的背光面更暗一些。同时呢，要注意它的引擎盖上会有一些树的投影投下来，注意它的一层关系。这是 UI 屏幕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客户又要求把这个后视镜做了一些缩小，这又是一个难点，因为它这个车底下有这么多层，你要把它后视镜做缩小，只能给它合成之后做，合成之后把后视镜单独选出来，又做了一些缩小。同时呢，因为这个车是奔跑的，还要做一些转轮的处理。这个转轮呢，做完转轮之后还要进行一些调节。做转轮用 PS 做的，没有进行，因为这个是 3D 渲染的，没有进行实拍，也没有通过 3D 做转轮，通过后期做的转轮，所以这个又增加了一些难度。好，这是车的部分。
然后后面呢是人的部分，咱们看人，大家看这个人感觉还行，车和人感觉还合上去了，而实际的修图过程中呢，这个人做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复杂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透视是合不上去的，因为我们要做大量的一些，大家可以看，要做大量的一些人和车的一些关系，包括它的光影关系是合不上去的，后续要做一些调整和处理。颜色关系也是合不上去的，包括它的一些透视。最难的还是在这个拼图方面，要做很多的一些拼图的工作，包括人和车的一个衔接的工作。这个人可能是由4到5张图合成一张的吧，这个胳膊应该是单独处理的，胳膊都是由单独的素材拼接而成的。咱们可以看，这一层是一个它的左臂，这一层是它的一个右臂。如果您问为什么左右臂要分开做呀？分开做的原因是因为原图的素材是合不上去的，只能把它分开做，左臂、右臂、腿、脑袋分开这样做。这是前排的一个人，然后后排的人呢也一样，也是类似的。由于它的透视很多地方是合不上去的，包括这个阴影关系，包括这个人和车的接触的时候的一些光影关系，很多都需要后期的去人为的去画它，人为的去做一些关系来调整它，最终呢使它合到一起去。这是人的部分，然后呢后面是道具的部分，道具部分也是类似，因为每一个都是单独的，然后呢实际拍摄过程中呢它的光影是突兀的，它的光影要经过大量的后期的调整，这也是这张图的一个修图的难点，包括看要做很多压暗一些处理，包括颜色方面也要做很多处理，包括这个道具本身还要做很多的拼图。大家可以看，这本身它这个道具并不是一下子能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图的从修图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修图。包括最上面还有一层透明的玻璃，这个透明的玻璃做这种透明的质感，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可能做透明的质感，非常的非常的容易把它做得很不干净，也非常的容易给它做得很灰。如果这个时候客户再要求改这个投影，那确实，那这个工作量又成倍的翻倍了。包括这个投影也做了一些模糊，因为车运动起来了，它的反射应该是模糊的。包括这个其他的箱子，咱们可以看一下，原图是这种的。无论是光影、透视、颜色，都是需要后期去做大量的一些处理，才能让它融入到环境里面。好，最上面呢是一个辉光层，辉光层呢，我主要是模拟它在太阳直射光下有一个爆点的这种感觉，这样能让它整体画面会更真实一些。这就是关于车、人物、道具的修图的思路和流程。好，那最终呢，把这个车合到这里边，就是这张图的最终的一个完稿。修这种图呢，有几大点要注意，一是透视，前期呢最好是拍摄的时候把它透射拍准，但国内可能做这种图的时候，前期拍摄很难拍合适，很难拍准，只能靠后期去合。二呢，就是注意它的光影，它的受光，它的背光，受光要亮起来，背光要适当的按下去。三呢，就是注意到它的颜色，受光呢，它的颜色稍微偏暖，背光呢稍微偏一些天光冷色。还有一点呢，就是注意它的画面关系，比方说车和轮胎的接触关系，
车跟背景的一个关系，包括环境里边它的一些辅助的这些叶子啊，或者是雪啊，这种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增加氛围的一个东西。总之呢，这种修图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比较考验一个修图师的一个功力的。这张图呢，在国外的网站上，我看到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包括 Behance 上也给了一些星标。然后呢，就把这张图的一个修图思路、修图技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